第161章炼化异火的3种必备之物。魔兽山脉东部某处外围边缘地带的山峦上，站在一处山顶之上，萧炎抬头望着天空上盘旋的蓝鹰，对着鹰背上亭亭玉立的白裙女子扬了扬手，大声笑道：小医仙，就在这里分别吧，日后有缘再见，保重。萧炎低头盯着山坡上的少年，小医仙微微一笑，笑容中有着许些不舍。在最后一次挥手之后，终于是不再停留，驾驭着蓝鹰调转身形，在一声嘹亮的鹰啼声中对着西方天空飞掠而去。立在山顶，萧炎视线一直目送着那道淡蓝的影子消失在远远的天边之后，方才缓缓地叹了一口气，这一别不知道下次再见又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再见的时候或许会有些物是人非的感觉吧。脸庞上略微有些落寞，不过片刻后被萧炎甩了甩脑袋，将之丢了出去。站在山顶许久，萧炎呆的心情平静了一些，这才背负着巨大的玄重尺，转身对着山脚走去。萧炎此时的地所并没有在青山小镇的范围，这种小镇在魔兽山脉附近并不罕见。距离此时萧炎最近的一所城市是坐落在加玛帝国东部省份的一座大型城市，其规模比起乌坦城来还要更加雄伟一些。算起总体实力，这座名为黑岩城的城市在加玛帝国的所有大型城市之中都能名列前茅。而萧炎此行的首要目的便是先赶到黑岩城，因为只有这种大型城市才被帝国配有民用的飞行运输队，毕竟魔兽山脉与东部边境相隔太远，若是要让萧炎自己步行前去的话，恐怕至少需要4-5个月的时间。然而此时的萧炎却并没有这些时间来挥霍，所以他必须前去黑岩城，乘坐飞行运输队到达帝国边境。当然，萧炎也能够直接使用紫云翼飞行，不过虽然他现在已经晋升成为一名斗师，不过凭此就想要横跨大半个加玛帝国，却还是有些不可能。而且自己使用紫云翼飞行太容易惹人注目，加玛帝国这么大，隐藏的强者也并不少，他可并不想给自己遭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原因嘛，那自然是太费时间了。如上所说，他现在最紧缺的便是时间。行下山顶，萧炎来到附近最近的一座小镇之上，略作休整之后，便是聘请了此地速度最快的一辆角马车，然后马不停蹄地对着黑岩城快速奔驰而去。虽说这座小镇是距离黑岩城最近的地方，可绕是如此，马车也足足地赶了大半个下午时间，方才隐隐地看见黑岩城那巨大的轮廓。站在马车之上，萧炎望着那在夕阳余晖的照射下反射出淡红光泽的巨大城市，微微松了一口气。马车行得近了，萧炎这才发现这座城市的巨大城墙竟然完全是由一块块整齐的黑岩搭建而成。听那名驾驭角马车的老人说，这里的城墙曾经抵抗过2名斗王强者的合力硬轰，而未曾被撼动，由此可见这城墙的防御程度有多强横了。角马车在城门口缴纳税之后，便是被顺利地放了进去，通过有些黑暗的城墙通道。片刻后，视线豁然开朗，喧哗鼎沸的人声铺天盖地地贯耳而来，让得猝不及防的萧炎脑袋微微发胀，头脑有些晕眩的在老人笑眯眯的目光中下了马车。萧炎将车钱付清之后，然后望着扬长而去的马车，愣愣地站在街头，望着周围那些拥挤的人群。习惯了幽谷中安静的萧炎竟然心里忽然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了。先找个地方住一夜吧，不知道这黑岩城有没有炼药师公会，如果有的话，最好去测试一下，看能不能达到2品阶级吧。药老的声音忽然在萧炎心中响起。去炼药师公会？萧炎一愣，愕然的道：那不是会暴露我炼药师的身份吗？闻言，药老顿时有些无语，半晌后方才哭笑不得的道：我似乎从没叫你隐瞒炼药师的身份吧？一切都是你自己喜欢隐藏起来的。我知道你喜欢低调，可你要知道，炼药师最让人害怕的并不仅仅是他们能够炼制丹药，而是因为他们有着一种极其庞大的关系网，而连接着关系网的线条便是炼药师的身份。毕竟很多强者都需要丹药，而他们需要丹药则要请炼药师帮忙，一旦这人情欠了下来，日后这位炼药师遇到什么麻烦，这些强者
不是最好的打手吗？当年的我曾经被人找上门来报仇，对方那次来了1名斗宗，3名斗皇，5名斗王，想知道后来怎样吗？话语到此忽然顿住，药老笑眯眯的道。最重要的部分被截住，萧炎无奈的摇了摇头，只得道：怎么样了？后来我发了灵魂通讯，这东西你日后就能知道。然后就跑来了3名斗宗，8名斗皇，12名斗王，18名斗灵，在其他的那些我就没记了。而那结果你应该可以想象。药老笑盈盈的道。走动的脚步骤然顿住，萧炎缓缓抬起头，轻吸了一口凉气。3名斗宗，8名斗皇，12名斗王，这种恐怖的阵容，毁灭一个帝国或许都没问题了吧？炼药师真的拥有这般巨大的能量吗？所以有时候将炼药师的身份暴露一下，并没有什么害处。似乎有点道理，那明天便去炼药师公会试试，能不能晋升到2品炼药师吧。依然是有点迷茫的烧了烧脑袋，不过萧炎也算是点头应了下来。他不是那种过于强求的人，如果有机会让的某位强者欠他人情，他自然会把握。不过是再没有的话，那也没啥好焦虑的。另外，若有时间去此地的拍卖会看看，若是有3阶魔核的话，尽量拍卖下来。药老沉吟道，虽然我们还并没有找到任何一种异火，可却得事先将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弄好，不然到时候万一侥幸遇见了，恐怕就会失去这千载难得的机会了。3阶魔核是炼制血莲丹的最后一种材料了吧？萧炎缓缓地行走在街道之上，目光随意地扫过周围的一些店铺，嘴中询问道：想要吞噬异火，至少需要3种必不可缺的东西来辅助，而血莲丹则是其中之一。血莲丹，这是让你接近异火的必备之物，没有它的防护，别说是你这小小的斗师，就算是1名斗皇强者，那也不敢轻易的接触异火。冰灵寒泉，如果说血莲丹是保护外体的话，那么这冰灵寒泉便是护卫你的体内，它能够保护你在炼化异火的时候，不会被后者那毁灭性的温度焚烧成虚无。最后一种名为纳灵，这东西能够在你体内开辟一个特殊的小空间，而这小空间则是用来储存异火的地方。毕竟以异火那种毁灭性来说来，如果你没有将之彻底炼化，那么除了这种虚无的空间，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将会被瞬间焚烧，包括你的气旋以及身体。不过纳灵很有些少见，说起来它还和那界有些关系，可这种纳灵只有在最高级的内石中央位置才有可能寻找到。你要知道，高级的内石是制造高级纳界的必备材料，所以它的稀少程度可想而知，并且纳灵存在于高级纳石中的几率也并不是很高。你现在应该能知道纳灵的稀有程度了吧？萧炎张了张嘴，满脸的呆滞，半晌后苦笑着摇了摇头。冰灵寒泉和纳灵这2种东西我听都没听过，你要我去哪找？纳灵你倒不用太过担心，当年我在寻找异火时刚好多备了1丁点，所以你现在唯一还缺少的便是冰灵寒泉与3阶魔核。药老笑道。冰灵寒泉那东西在哪能得到？萧炎干笑着问道。极冷之地或者极热之地。药老笑道。极热之地也能有，物极必反。眨了眨眼睛，萧炎有些惊奇的道。正是这个道理。药老点了点头，微笑道，当然你如果运气够好的话，说不定能从别人手中或者拍卖场中得到，不过我想几率应该不大，毕竟只要稍稍识货的人都知道那东西的稀有，一般不会轻易拿出来。如果凑不齐这些东西，可我们又好运的遇见了异火，那怎么办？萧炎转了转眼睛问道。那就放弃此次的机会，不管它有多难得，没有这3种必备的东西，面对异火，沾者即死。药老淡淡的道，声音中没有丝毫犹豫。难道就没有其他代替的东西？萧炎有些不甘地问道。有，不过这3种东西是我经过无数次实验方才挑选出来最适合炼化异火的辅助之物。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说你有能大幅度提升炼化异火成功率的材料配置，很多炼药师他们都会花让你目瞪口呆的价钱来换取。
药老的声音中略微有着许些自傲，想必这3种材料真的是费了他不少的心血。苦笑地摇了摇头，萧炎的脚步在一处宽敞豪华的旅馆之外停下，叹道：好吧，我尽量收取一下3阶魔核与冰灵寒泉，不过至于究竟能不能得到，我便不能肯定了。现在我们还是先歇息一晚吧，明天去炼药师公会之后便逛逛此地的拍卖会吧，希望不会让我们失望。